美军双航舰集结中东，5000陆战队待命登陆。鹰和前舰部署阿拉伯海。乌军一夜打击俄军3大目标。乌军击沉俄舰，空袭多座军工厂。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温，美军不仅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双航母打击群，同时还有2个两栖戒备群正持续向中东方向前进。随着这些兵力逐步到位，超过5000名陆战队远征支队没有兵力，具备执行两栖登陆与远程打击任务的能力，也为未来可能的地面军事行动提供了战术与战略上的支撑与铺垫。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已派遣以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全狮号为核心的两栖戒备群，从美国西岸加速前往中东部署。该戒备群搭载第11陆战队远征支队，总兵力约2500人，并配备多种空中与地面作战单位。该编队还包括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波特兰号，以及惠德比岛级船坞登陆舰康斯托克号。这些舰艇可搭载 AAV 两栖突击载具、登陆艇以及多型直升机，具备快速机动、突入作战以及探岸登陆的综合能力。与此同时，另一支两栖作战力量为以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为核心的两栖戒备群，该编队搭载第31陆战队远征支队，兵力同样约2500人，并由圣地牙哥号与纽奥良号船坞登陆舰提供支援。2个 MEU 合计兵力超过5000人，具备独立执行中等规模两栖登陆行动、机场夺控行动以及关键要地突击任务的能力，在战术层面上可形成灵活多样的作战选项。在制海与制空能力方面，美国同时在中东区域部署了福特号与林肯号双航母打击群。每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由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巡洋舰与驱逐舰组成护航体系，并搭载约70至80架各型舰载机，包括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E-2D 预警机以及 MH-60 系列直升机等。2个航母打击群合计可出动超过140架各类军机，在对地打击、防空拦截以及海上控制等方面提供强大支援。在两栖突击能力方面，全狮号与德黎波里号均具备类似小型航母的运作功能，可搭载 F-35B 短距起降隐形战机以及 CH-53 重型运输直升机、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等多型航空平台。这使得两栖部队能够在不依赖固定港口设施的情况下，直接从海上对陆地目标发起立体突击行动，大幅提升作战灵活性与投送效率。从整体兵力配置来看，美军当前在中东周边已经形成了以双航母打击群负责远程火力投射与制空制海控制，2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支队承担两栖登陆与地面作战任务的陆海空一体化作战结构。分析人士指出，若未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美军不仅具备进行长程空袭与导弹打击的能力，同时也拥有针对波斯湾沿岸地区以及部分离岸据点实施两栖作战与多维打击的完整作战体系。视频显示，美国正在对伊朗的能源部门发动攻击。在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几乎全面封锁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命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使这条关键的国际商业航道陷入接近瘫痪的状态。美东时间3月21日晚间，特朗普在其自由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发表强硬声明，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他表示，若伊朗未能在48小时内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伊朗展开进一步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摧毁多座发电设施，并强调将从规模最大的电厂开始打击。在此之前，特朗普也曾公开呼吁部分盟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员国共同参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通航自由。然而，伊朗武装部队随即发出警告，若其能源与燃料基础设施遭到攻击，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相关设施展开报复，包括能源设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甚至海水淡化系统。
伊朗军方作战指挥机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发言人进一步指出，一旦冲突升级，不仅美国，连以色列在该地区的相关设施也将成为攻击目标，显示冲突有扩大为区域性全面战争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与阿曼之间，是波斯湾通往外海的唯一出口，其战略地位无可替代。全球约1/4的液化天然气与大量原油海运贸易需经由此地通行。该海峡最狭窄处仅约33公里，而实际可供航行的双向航道更仅各约3公里宽，极易受到军事封锁或干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该海域航运几乎停摆，已有超过1000艘商船被迫滞留，其中以油轮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为主，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油气价格大幅上涨，能源危机迅速升级。面对局势恶化，3月21日，共有22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伊朗停止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并表达愿意采取行动，确保海峡恢复安全通航。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多个欧洲国家，同时也涵盖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巴林。声明中措辞强烈，明确谴责伊朗近期对无武装商船的袭击行为，以及针对民用石油与天然气设施的攻击，并批评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举动。各国同时表示，已准备投入适当力量，以确保该海域的航行安全，并欢迎更多国家参与相关行动。另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针对伊朗重要的能源枢纽哈尔克岛制定军事计划。该岛是伊朗约90%石油出口的关键加工与装运基地。虽然特朗普未公开具体细节，但美国官员透露，其中一项选项是夺取并控制该岛，以此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公开谈话中，特朗普态度依然强硬。他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并不希望停火，甚至强调在彻底摧毁对手的过程中不可能谈论停战。他宣称，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军、空军以及防空系统，使美国在军事上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并认为伊朗从军事角度来看已经完蛋。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持续进行精准打击行动。周六，美军宣布已成功摧毁伊朗一处地下武器掩体。该设施位于伊朗海岸附近，内部储存反舰巡航导弹、机动发射器及其他军事设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在视频声明中指出，美军战机对该目标投掷了重达5000磅的炸弹，不仅摧毁了武器储存设施，还连带破坏了用于监视船舶动向的情报支援站以及导弹雷达中继系统。此举被认为是为了稳定国际能源市场并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尽管如此，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海湾地区多处石油与天然气设施，包括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枢纽之一，均遭受攻击，导致能源供应进一步紧张，全球消费者不得不承担价格上涨带来的沉重负担。在外交层面，特朗普也对部分北约盟国表达不满，批评其在应对危机上的态度懦弱，并再次敦促盟友采取更积极行动，共同维护海峡安全。针对国际社会的指控，伊朗方面则予以否认。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并未如部分国家所称在海峡布设水雷，并强调其限制措施仅针对参与攻击伊朗的国家船只。对于未卷入冲突的国家，伊朗表示将提供必要协助，以保障其航行安全。整体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从区域冲突迅速演变为牵动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未来局势走向仍高度不确定，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根据《每日邮报》引述军方消息，英国皇家海军最先进的核动力攻击潜舰安森号已低调抵达阿拉伯海北部的深水区域进行部署。该潜舰可搭载战斧4型巡航导弹，其打击半径约达1000英里，意味着英国海军已具备从海上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也使其在区域局势中的军事存在更加引人关注。报道指出，安森号于3月6日
自澳大利亚博斯军港起航，经过长距离航行，跨越约5500英里后抵达预定部署海域。作为英国海军最先进的核潜舰之一，安森号搭载核反应炉，在约25年的服役周期内无需重新补充燃料，同时具备舰上供水与空气净化系统，能够在海上长期独立运作。不过，其持续作战能力仍受限于舰上约98名官兵所携带的粮食储备，通常仅可维持约3个月的补给周期。军方人士透露，为了在任务期间维持极低的声学与电磁特征，安森号在进入战备状态后会执行严格的静默运行模式，这包括尽量减少一切可能产生噪音的操作，例如限制使用设备与生活设施，船员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共用有限的生活用水，以降低排放与噪音信号。尽管舰内环境相对艰苦，但该潜舰可在水下隐蔽行动数周之久，如同潜伏的幽灵，在必要时才浮出接收指令。与此同时，有报道指出，英国首相斯塔默已同意扩大相关军事授权，允许美军利用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例如塞浦路斯及迪亚哥加西亚岛，对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目标采取行动。相较以往主要以防御性拦截为主的授权范围，此次调整被描述为以集体自卫为依据，扩大了可采取行动的目标范围与应对方式。在这种授权背景下，一旦局势进一步升级，安森号预计将每隔24小时浮出近海面，与位于伦敦诺斯伍德的永久联合总部保持联络，以接收最新指令。据称，在接获联合作战司令佩里中将传达的首相命令后，该潜舰可立即执行导弹发射任务，对指定目标实施打击。英国国防部对于安森号的具体部署位置并未发表评论，仅表示将持续评估中东地区的整体军事态势与相关能力配置，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战线取得进展，成功收复了一个关键据点特尔诺维。在远程打击方面，乌军在一夜之间连续空袭了俄军的3大目标，打击行动呈现出多点同步展开的态势。据 RBC 新闻援引乌军前线指挥官的报告称，乌军已重新控制扎波罗热北部防线的特尔诺维，并在行动中摧毁了当地的俄军据点。结合最新的地理定位信息显示，乌克兰部队此前已经进入特尔诺维及其周边区域活动。此外，乌军第425突击团在突破俄军防线后，继续向前推进约10公里，并开始对周边定居点进行清理作业，逐步巩固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的相关频道也承认该区域发生了激烈交火，但同时表示战斗尚未结束。不过，综合多方信息判断，特尔诺维目前大概率已处于乌克兰实际控制之下。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一地点，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位于第聂伯罗与扎波罗热交界的前沿区域，是双方争夺的关键据点之一。特尔诺维还与维什涅维、维尔博沃耶等多个战术节点相互连接，对南部战线整体态势具有联动影响。近期，乌克兰在南部方向的反攻，正是围绕第聂伯罗与扎波罗热交界地带展开，目前已累计收复约500平方公里的失地。与此同时，乌军还通过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对前线战士形成支援。昨夜，乌军首先对扎波罗热地区的赫利伯罗德内发动空袭，目标指向俄军的维修与保障设施，意在削弱对方的装备维护与恢复能力。随后，在顿涅茨克方向也出现连续打击行动，马里乌波尔一处俄军指挥所以及帕拉斯科维伊夫卡的一个观察哨所被击中并遭到摧毁。这些行动被认为对俄军在前线的情报收集与指挥协调能力造成了明显冲击。此次3轮打击行动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展开，显示出乌军在多线协同与同步打击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其打击目标也具有较强针对性，主要集中于削弱俄军的后勤体系与指挥链条，从而影响其整体作战能力与进攻节奏。在另一方向，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袭击同样持续进行。夜间，无人机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地区的一处炼油设施发动攻击。初步评估显示，该炼油厂的2级炼油装置遭到破坏，一座大型立式储油罐也受到严重损毁。
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历史较为悠久的能源设施之一，此前已多次成为袭击目标，反映出其在能源与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乌克兰近期在黑海水域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对俄罗斯目标发起多点打击。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在3月20日当地时间，乌克兰海军再次出动无人艇进入黑海执行任务。此次行动的目标并非克里米亚方向，而是转向赫尔松地区的滕德罗夫斯卡沙洲附近海域。在该区域，乌军侦察力量成功锁定了一艘俄罗斯船只，随后无人艇对其实施打击。相关航拍画面显示，这艘俄方船只在被击中后曾试图撤离，但最终仍被摧毁，现场海面随即升起浓烟，战斗痕迹明显。至于该船只的具体型号及更详细信息，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近年来，乌克兰海军在黑海的活动明显增强，无人艇与无人机频繁出现在多个关键海域。无论是克里米亚周边水域，还是俄罗斯黑海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乌军相关作战单元均多次展开侦察与打击行动。甚至在更远的地中海区域，乌克兰也曾对所谓影子舰队相关油轮实施打击，显示其作战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在持续冲突背景下，乌克兰海军也在逐步重建并调整作战理念，强调对俄军目标实施跨区域打击，并公开表示其行动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凡被识别为俄军相关目标，均可能成为打击对象。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的多处工业与军工设施也接连遭到袭击，显示冲突已延伸至纵深区域。3月21日凌晨，位于萨马拉州的重要城市陶里亚蒂发生袭击事件，当地2座为军工体系提供支持的化工厂受到冲击，分别是陶里亚蒂考丘克和库比雪夫氮肥。相关机构发布的影像资料显示，现场出现明显火灾痕迹，设施运行受到影响。此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家名为阿佐特的工厂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该企业是为俄军提供氨和硝酸铵等原料的重要供应来源。尽管俄国防部表示成功拦截了多达28架无人机，但当地目击者仍报告称看到巨大火球腾空，并伴随多次爆炸声，显示袭击规模不小。在更早前，位于俄占卢甘斯克地区的阿尔切夫斯克冶金厂同样遭到无人机群攻击。该工厂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多处车间损毁，并有生产建筑起火。据了解，该设施长期为俄方提供包括弹壳在内的军需产品，同时也承担一定的武器储存功能。另据前线军事记者消息，当地时间3月21日前后，乌克兰部队在库皮扬斯克市中心医院附近区域发起行动，成功夺取了俄军残余据点。现场画面显示，俄方人员所依托的建筑在激烈交火中遭到持续打击，多次爆炸接连发生，随后现场升起多股黑烟。在完成相关区域控制后，乌军对该地进行了进一步清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行动意味着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地区的最后残存据点已被清除。莫斯科方面尚未就此做出新的回应。此前，俄方曾宣称已完全控制库皮扬斯克，但这一说法随后遭到乌方否认。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曾公开表示，乌军已经收复库皮扬斯克约 99% 的区域，如今随着最后据点被清除，该区域控制局势进一步明朗。在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空军持续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3月20日，一架苏27战机对该轴线的俄军控制区域实施打击，投放了至少4枚精确制导炸弹。从前线流出的影像资料来看，俄军一处疑似指挥设施被命中后迅速起火，浓烟弥漫，显示出打击效果明显。随着俄军兵力被调往南部战线，红军村一带的防御相对出现松动，近期乌军在该方向的活动明显增加。在过去1周内，乌克兰情报总局下属的无人机作战小组在红军村外围连续摧毁了6套 BM-21冰雹多管火箭炮系统。乌军突击部队什切德里克营也参与协同作战，此次打击实际上削弱了俄军一个完整多管火箭炮连的作战能力。此前，俄军曾多次强调冰雹系统在火力压制方面的作用，但在面对无人机侦察与精确打击时，其生存能力受到明显挑战。
另一方面，俄军在莱曼方向再次发起机械化进攻行动，被外界视为所谓春季攻势的一部分。然而，乌克兰第66旅成功组织防御并实施拦截，在交战过程中摧毁约20辆军用车辆，其中包括6辆 BMP-3步兵战车以及 BTR-82装甲运输车。此外，俄军使用摩托化部队发起的冲击再次受挫。根据战场信息，俄方大致组织了2轮较大规模进攻，但均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攻势被有效遏制。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